5块钱一顿，只有些白菜豆腐。想吃个肉菜还得加钱，你赚我们这些老人的钱亏不亏心？他天天说自己是成本价，我看你就是黑心，想钱想疯了。村口孙老二女儿新开的那家食堂，加个肉菜也只要5块，还是上等的猪头肉。你这清汤寡水的，凭什么卖一样的价钱？大家伙都来看看啊！陈廷梅收了我们3年的钱，顿顿给我们吃白水豆腐。就是，还搞什么储值？一下子哄我们充几百块进去，哪天跑路了都不知道。你们看看，这是孙老二新开的食堂，红烧肉、蒜蓉虾，2荤2素，照样只要5块，比他陈廷梅的不知道好了多少。王婶儿，你真没骗人，这么多菜只要5块？是啊，我看成本都不止5块。当然，孙老二和我认识多少年了，可不是那些奸商，进货价1分不赚，全当给乡亲们放福利。老孙还说了，只要你们都来吃，每天菜式不重样，米饭例汤也不限量。阿梅啊，你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饭，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要不你也换些肉菜，降价，天天吃这些清水菜，我们也都吃腻了。不行，这已经是成本价，5块钱一顿，只能是这些菜。看看，大家伙给他送了3年的钱，他就这态度！你这破饭我们不吃也罢，把存在你那儿的饭钱都退给我们。没错，退钱！你当初从大城市跑回来，说是什么特级营养师，要照顾乡亲，我看你就是回来坑老人的血汗钱。你少当我们年纪大好欺负，那就退钱！亏我们一开始还夸你人好办事地道，没想到你连每道菜放几颗盐都要算计，真是想钱想疯了。3年前，村里年轻人都走光了，你们只能吃破锅里的剩菜，自生自灭。是我放弃了城里高端养老院的邀约，回来给你们搞这个5元食堂，3年没涨过价，腿脚不便，我还送货上门。哼，装什么圣人啊！现在人家孙老二那大鱼大肉才卖5块，你那就是黑心！别废话，赶紧退钱。行，退钱，把村里挨家挨户都叫上，谁想退的现在都来，过时不候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大家快去喊人啊！陈廷梅要退钱了。刘二姨，你女儿给你充了200，你吃了32顿，退你40。李二舅，你儿子充了500，退你220。钱三伯，你和你老伯一共充了700，退你380。王婶儿，你充100，吃了30顿，按理说还欠我50，不用还了，走吧。哦，算你敞亮。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何必搞这么难看？以后还是大方些，别煮清水白菜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全村73个老人，走了72个。来，大家喝我自家酿的红酒。还是老孙家地道，这肉才叫肉，那是不像有的人天天给咱们吃白菜豆腐。我们家儿子在城里买房了，我们家闺女。梅呀，送饭就送饭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陈叔，食堂不干了，这些东西用不完，扔了也是浪费，冰上还能再吃几天，我就都给您带来了。这事我听说了，王翠芬、钱老头这帮人也是没心肝的，全忘了一开始你是怎么照顾我们的，真以为那大鱼大肉有多好，一个个抢着去吃。要不是你在我们的伙食上费力，他们那一个个高血压、脂肪肝的老家伙，怕是早就归西了。现在倒好，一群白眼狼。梅啊，叔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再看看吧，走一步算一步。唉，真是委屈你了。叔知道你有本事，难为你天天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陪我们这群老人。该走就走，别因为点恩情一辈子困在这破村子里。反正你教的那些东西，叔也都会了。叔以后自己做饭吃，不和他们那群人吃到一起。我倒要看看王翠芬鼓吹的那个破食堂能开到什么时候。我充5000，老孙这才是给乡亲放福利。哼，没心肝的，关门了吧，活该。你不是说5块钱一顿吗？怎么涨到15块了？那是亏本价，开业酬宾用的，怎么可能一直这个价？那老子不亏死了？可你那天明明和我说了，你只卖5块钱，要给乡亲们做福利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谁听见了？你别自己瞎编一个安到我头上。你
你耍无赖！王翠芬，饭能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开业那天门口可是写的明明白白，5块钱的价格只有3天。我哪认识字啊？你只跟我说1顿5块，没跟我说只有3天。孙老二，我和你认识这么多年，你就这么坑我？你少在这儿和我扯，认识的久有什么用？那么大个字儿，你看不见？哼，你还好意思天天炫耀自己儿子在城里教书是优秀教师，结果你自己连个大字都不认识。再说了，看不懂是你的事儿，老子明码标价，你爱吃不吃。什么？涨价了？什么意思？涨价了？对呀，15块，这不是阿梅家的3倍吗？就加了2道肉菜，也不至于这么贵吧？王翠芬，你交代清楚，你当初不是说5块钱1顿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涨价了？我也是被骗了呀！我以为就1只5块钱1顿呢。你没弄清楚就拉我们来，我们还跟着你出了那么多钱。走，这饭我们不吃了。老孙，把钱退给我们。哼，想退钱？不可能！充钱的时候我这可是写的明明白白，这钱一旦充了，1分钱也退不掉。要不大家就吃吧，城里那些饭店也都是这个价，这已经算便宜了，毕竟还有2个肉菜呢。30，怎么要30块啊？你抢钱啊？是啊，刚才不是说15吗？我就拿了这么点肉，你怎么扣我这么多钱？对呀，15那是2个素菜的钱，荤菜要另外算。你这不是欺负我们这帮老人吗？哪有你这样的？之前阿梅那边加个荤菜也就2块钱，2份肉撑到天也就9块。就是，你这肉还不如人家实在，凭什么卖这么贵？那是因为他蠢。就你们这偏远的地方，老子把菜运进来，成本比外面贵2倍，不卖贵点，老子怎么回本？你以为老子开店是给你们做慈善来了？老子是来赚钱的，不然谁稀罕管你们这帮人？还有，把你们扔地上的东西都给老子收拾干净了，别以为摔点东西老子就怕你们。王翠凤，当初可是你推荐我们来这里吃饭的，现在价格这么高，你得负责。就是，当初我们在阿梅那儿吃的好好的，你偏把我们带到这里，你这不是害我们的吗？对呀，王翠芬，你要是还想在村里待着，就把这事摆平了，给我们想个办法。没错，不然你以后别想在这村子里做人。我也没办法呀。要不我们还是去找阿梅吧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她又照顾了我们这么多年，肯定会顾着我们点面子的。是啊，她肯定不忍心看我们挨饿，一定会答应的。就算不答应，她一个女人不还得乖乖听咱们的？等过年孩子们都回来了，咱们有人撑腰了，再找孙老二算账，让他把钱退回来，我就不信他不怕。阿梅在家吗？婶子有事找你。阿梅，别躲了，我们知道你在里面，开个门，我们说几句话呗。哟，阿梅，做饭呢，真香啊！那什么，阿梅，我们来是想和你商量个事儿。对，就你那个小食堂，我们大家伙回去想了想，还是喜欢你的手艺，还想来吃你做的饭。所以我们还是想让你把小食堂重新开起来。你看，我们也折腾过了，也不要你降价，就按你原来的价格给你，还在你这儿充钱，1分都不少。你看这成不？不成。为什么？陈婷梅，你就这么小心眼儿？大家乡里乡亲的，你就这么记仇？对，就是啊，长辈都主动给你台阶下了，你还摆什么架子？阿梅，做人可不能这么狭隘。我们不过是去了几天对面试试，你至于这么耿耿于怀吗？李二舅，您说的耿耿于怀，是指我该在食堂被砸了之后还笑着给你们开门做饭吗？王婶儿，不是我记仇，你们之前既然把钱都退干净了，我也就没打算再干。你也看到了，锅和炉子我都已经收好了，2手买家下午就来拉货，还有外面那铁皮棚，我也都拆得差不多了。这食堂我实在做不了。哎呀，这算什么大问题呀？没棚子就没棚子，大不了我们以后自己带饭盒来，打了饭端回家吃。再说了，那锅
碗瓢盆，你直接打电话跟那个二手买家说你不卖了不就好吗？多大点事儿啊！也行，但得涨价，以后10块钱一份，荤菜必须另外算钱，不包饭后水果，连米饭和例汤都不能免费续。凭什么？陈婷梅，你抢钱啊！你之前5块钱一顿还送水果，还牛脖子送汤，都是一样的东西，你现在凭什么涨这么高？你这不是坐地起价丧尽天良吗？就是啊，10块钱一顿，这不比抢还快？你这心怎么比煤炭还黑？凭什么？就凭我奶奶临终前嘱咐我说，我小时候是吃着村里的百家饭长大的。等我以后有出息了，有能力了，要好好照顾乡里乡亲。这3年，我每天起早贪黑，扣掉油盐酱醋和折旧，我陈婷梅没赚过你们1分钱。我掏心掏肺的把你们长辈伺候，可你们吃腻了，一转眼就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黑心。那能一样吗？我们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使，一时被孙老二那奸商给骗了。你作为小辈，吃点亏怎么了？包容我们一下怎么了？至于跟我们这些快入土的老家伙斤斤计较吗？就是啊，大家都是你的长辈，看着你长大的，有些事情做事不能这么不讲情面。长辈会为了吃对面的大鱼大肉，跑到我食堂门口掀了我的菜盆。长辈会戳着我的脊梁骨，骂我5块钱一顿黑心，想钱想疯了。这3年1083天，我每天天不亮凌晨4点就骑着3轮车去镇上买菜。刮风下雨，天热的时候我浑身长痱子，痱子天冷的时候满手长满冻疮。那地里的每一颗白菜，锅里的每一块豆腐，都是我有一趟一趟顶风冒雨拉回来的。我陈婷梅跟你们抱怨过一句没有？青菜6毛1斤，猪肉8块1斤，验燃气120一罐。这3年碰上逢年过节、天灾洪害，外面的菜价翻着倍的往上涨，可我多收过你们1分钱吗？你们天天在外面嚷嚷说我的菜清汤寡水，可你们摸着良心问问，你们吃了3年，哪个人身体吃坏了？哪个人的3高没降下来？就连你们嘴里那些白菜豆腐，哪一盘不是我专门剁了一半的鲜肉末进去提味的？为了让你们这群老人在村里能有个歇脚的地方，我甚至专门请人来村里给食堂安空调和暖处。你们吃完饭舍不得走，每次一待就是大半天，吹着空调聊着天。这些电费我向你们要过1分钱吗？刘二姨，你每次打饭都拉着脸嫌少，要我多打些菜，自己吃完了又偷偷拿保温杯装满例汤回去吃第2顿，我拦过你1次没有？钱300。你儿女每次逢年过节从城里回来要摆席面，你嫌麻烦不想自己费劲，哪次不是喊我去帮你们张罗做饭？那大10几桌的席面，你哪次不是用一句来阿梅，请你吃2口就把我给打发了？我计较过吗？李二舅，你还让我帮你修家里的风扇和电视，你那时候拉着我的手，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半个女儿，可现在呢，你腿脚利索了，就跟着别人一起骂我黑心。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儿，这食堂你们谁爱开谁开，反正5块钱一顿的价格，我是绝对开不了。王翠凤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，要不是你天天在里面挑唆生事，事情怎么会闹成这样？现在好了，孙老二那边暴涨到15块一顿，阿梅这边又被你寒了心，死活不肯给我们做了，你说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会这样。就是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个交代，总不能真让我们天天去孙老二那儿吃一顿15块的饭吧？那菜都是蔫巴的烂菜叶，荤菜分量少得可怜，塞牙缝都不够。那实在不行，就我们自己做呗，我们自己回家做饭吃也是一样的。呸！你放什么屁！你这老娘们说得倒轻巧，我们这老骨头自己做，折腾得起吗？就是啊，我们家那锅好几年没用了，早都生锈穿底了，怎么做饭？可不是嘛，地荒着，家里连一根菜叶都没有，柴火没有，燃气也没有，你现在让我们自己做，让我们吃西北风去啊？我这老腰老腿的，走2步都费劲儿，哪里还能去砍柴烧饭？王翠芬，你出这馊主意，你这不是明摆着要我们的命吗？你们凭什么都怪到我头上啊？我也是被孙老二那黑心肝的骗了，我当初看着便宜，不也是为了大家好，才让大家去孙老二那儿吃的吗？要我说，这事儿最该怪的就是门里头那个陈婷梅，也是被孙老二那黑心肝的骗了。要我说，他要是真有他自己吹嘘的那么好，真想抱什么无条件继续给我们做饭，就应该不是像现在这样小肚鸡肠，非要放任我们这些老人不管，眼睁睁看着我们饿肚子，他这就是没良心。再说了，他陈婷梅大城市回来的，他不是识字吗？当初孙老二写的只有3天特价价，他天天在对面看着，为什么
提醒我们，偏偏眼睁睁看着我们被帮老人被骗。呸！我呸！他分明就是没安好心，是故意要报复我们。就是啊，王婶说的对，你这丫头片子太恶毒了。这被骗的钱你得赔我们，这饭你也必须得按原价给我们做。这就是你欠我们的。都给我停下！干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这帮老家伙还想动手打人不成？陈哥，这事儿和你没关系，你少在这拉偏掌。今天我们就要好好说他的后生，让他知道怎么尊重长辈。王翠峰，你少在这装疯卖傻。怎么，你嫌坑大家坑的还不够，嫌你自己赚的脏钱还不够多是不是？陈哥，你这话说是什么意思？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无凭无据的话，你可不能乱说，败坏我的名声。哼，怎么现在知道急了，心虚了？孙老二私底下给你钱，让你在村里拉人头过去捧场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急？孙老二许给你回扣，让你拼了命的忽悠大家充钱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急？什么？王翠凤，陈哥说的是真的？难怪你当时整天挂着张笑脸，天天在我们耳边吹风，那么积极的拉我们去对面吃饭。原来你收了孙老二的黑钱。我说呢，好端端的阿梅的食堂开了3年都没事，怎么突然冒出个孙老二？你还天天上赶着巴结，原来都是因为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叛徒。王翠凤，你把我们当猴耍呢？你让我们过去充钱，充的那些血汗钱，是不是都进你自己的口袋了？你今天不把话交代清楚，就别想走。相信我，你家现在要没有收钱，我自己不也充了钱进去吗？我自己还充进去了整整5000块呀！我要是骗子，能自己往里砸钱吗？哼，还在这死鸭子嘴硬。大家充完钱的当天晚上，我就亲眼看到孙老二鬼鬼祟祟跑到你家后门口，偷摸给你塞了整整一叠100元大钞，正好是5000块，你还敢说你没收？5000？好你个王翠华！难怪你敢充5000块，那5000块根本就是孙老二给你的回扣。你把这钱充回去，你自己1分钱没花，合着空手套白狼啊！是啊，你吃回扣拿到5000现金，再去充值套回扣，你不光1分没亏，还能天天去孙老二那大鱼大肉的白吃。他卖的再贵，也根本花不着你的钱，和你有屁的关系啊！合着你这是专门坑我们，用我们的血汗钱去填你的腰带，你自己一点事儿没有，在这当大善人的是吧？王翠芳。亏我之前看你被阿梅拒绝，怪可怜的，才帮你说话。原来你是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啊！就你一个人在中间赚钱了。村里有多少老家伙是靠着领政府补贴、领低保过日子的？那几百块是大家的救命钱。你专挑我们下手，你丧不丧良心啊？你也不怕遭天打雷劈？我哪里想得到这么多啊？是孙老二当初跟我说既便宜又有钱拿，我这一时糊涂才干的。我哪知道他竟然是个骗人钱的奸商啊！再说了，我儿子平时在城里工作忙，难得暑假肯把孙子放我这儿，让我和孙子亲近亲近。我不也是想让聪聪在村里吃的好点，多存点零花钱给孩子吗？我当奶奶的有什么错？放屁！你拿我们的保命钱去给你的宝贝孙子当零花钱。这种缺德事儿你也真想得出来？你知不知道我儿子平时挣钱多辛苦？这要是让他知道我把养老钱被骗了这么多，他会怎么说我？我女儿本来就不愿意回我们这农村，这下子被骗了钱，更别指望她今年会回来了。还有我那乖孙子，我都整整3年没见着了。王翠芬，你这个黑心的人，你好惨呀！这事儿你王翠芳必须得负责。要么你把骗我们的钱赔给我们，要么你以后天天给我们管饭，2条路，你自己选一个吧。哎呦喂，我都多少年不煮饭了，我自己连个火都点不利索，我拿什么给你们管饭？我怎么赔得起呀？都怪你，陈廷梅，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要不是当年我们全村人从自己嘴里挖吃的，贴补你和你那个奶奶，你能有今天？你哪能活到现在？王翠凤，你个不要脸的，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？当年阿梅奶奶一个人拉扯小阿梅，日子过得多艰难。就你王翠凤隔三差五去欺负人家孤儿寡母，就你最抠门，最不情愿给人家东西。你自己好好算算，你给过人家阿梅几粒米？当年怕不是你还从人家小娃娃嘴里抢吃的呢。阿梅现在对你已经算客气的了，要是我早就一大棍子把你打出去了。真不要脸，自己以前干过这种缺德事，现在还好意思跟阿梅要恩情？就是，滚吧，王翠华，以后别在村里现眼了。梅啊，别跟王翠芬的老娘们一般见识，你这手艺在外面那都是抢着要的，留在咱这儿真是委屈你了。陈叔，多吃点。
梅呀，你知道不？王翠芬那老娘们被大家逼着办起食堂来了。哦，她办食堂？可不是嘛！我刚才特意过去看了一眼，简直要笑死人，搭了个烂笑死人。他就在他自家那个破院子里搭了个烂塑料棚子，2个破铁锅配着湿柴火，在那煮青菜呢。那锅里连个油花都看不见，还说什么要比着你当年的标准来。结果别说水果了，连大米饭都被他煮成了清汤寡水的稀粥，能照出人影来。王翠凤，你这饭怎么又是生的呀？这让人怎么吃？就是啊，昨天的饭都煮成糊糊了，今天的饭又硬得像石头，你这火候到底行不行啊？这菜里一滴油都没有，吃得我胃里直犯酸水。叫什么叫？爱吃吃，不吃拉倒，老娘还省些力气呢。哎，凑合吃吧，虽然难吃，但好歹是免费的。坤老二那边现在也是烂菜叶子，态度还差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？陈青梅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这个杀千刀的，我孙子吃了你地里的菜，到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抢救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！陈青梅，你终于敢开门了！你对一个4岁的孩子下毒是人吗？都是你这个杀千刀的毒妇！你在自家的菜里喷什么农药？我孙子现在吃的躺在医院里，差点连命都没了！你今天必须赔钱，赔我孙子的命！王婶儿，你搞错了吧？你家孩子出事那是你自己没照顾好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还不是因为聪聪吃了你家地里种的菜！你这个黑心货，你怎么能往菜上撒农药呢？就是，陈婷梅，是不是因为你看我妈不顺眼，所以你故意在自家菜地里撒剧毒农药，就是为了报复我们家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们王家一个交代！我可怜的聪聪，他才4岁啊！陈婷梅，你这个毒妇，你还我儿子的健康啊！王翠凤的那饭根本没法吃，我这段时间只能多花钱去孙老二那儿吃大鱼大肉。这不，今天去镇上量，血压血脂又升高了，头晕的厉害。唉，谁说不是呢？王翠凤煮的那大米饭里全是沙子石子，我昨天一口咬下去，把几千块安的戒牙都给咬碎了，上了牙医，疼得我半夜嗷嗷叫，根本睡不着。就是他！你们那算什么？王翠芬家那塑料棚，每天打饭跟抢劫一样。我前天为了抢一碗清稀饭，把腿给扭了，硬是在床上躺了好几天。我都快拉虚脱了。王翠芬那饭不干净，我昨天试着自己在家做，结果吃了发霉的大米，肚子疼的半夜起来蹲了10多次茅坑，最后腿一软，差点没直接掉进粪坑里去。大家看看啊，咱们过得这么惨，他陈婷梅天天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，他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没错，他就是见不得我们好。葱头中毒这事，陈婷梅必须得给我们交代。这些老人们心中憋了一肚子的火，此时找到了发泄口，纷纷跟着王婶叫嚣起来，恨不得现在就看着我被抓走。我家的菜地确实是喷了农药驱虫，可我这段时间根本没出过门，更没有给你们家送过任何菜。你们到底是从哪儿吃到我家菜地里的菜的？陈婷梅，你少在这装蒜！不就是你说为了补偿我妈不办食堂的损失，才亲自把菜送上门去的吗？白纸黑字在这儿，我妈都说了，你现在装什么不知情？是啊，我都看见了。那天阿梅说办不了食堂，王婶手里提着菜走，这难不成还能有假？对，我也看见了，就是阿梅给王婶送的。各位，孩子食物中毒出事了，谁心里都难过，可说话是要讲证据的。妨碍司法公正做假证，那是违法行为，一旦被查出来，不止你们自己要承担法律责任，你们在城里工作的子女也是要受牵连的。到时候工作丢了，孙子孙女考学受影响，那可就真的得不偿失了。陈婷梅，你少在这威胁人！同志，你们听听，他这是当着你们的面威胁村民呢。我婆母说了，那农药菜就是他陈婷梅亲自送上门来的。我婆母之前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但那都是大人们的事儿，你有什么冲着我们大人来呀？你怎么能拿一个4岁的无辜小孩出气呢？可怜我的聪聪啊，他才4岁啊！要是吃出个3长2短，他以后可怎么活呀？郭芳，你不信我没关系，我这儿有菜园的监控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，看看这菜到底是怎么到你婆婆手里的。我菜地的角落刚好有个监控。监控？什么监控？你个死丫头，少在这吓唬人！你那破菜地怎么可能有监控？这样的视频，我手机里一共有3段。王婶儿，你一共来我这儿偷了3次菜，
最后一次是在昨天凌晨3点，刚好和你孙子聪聪中毒送医院的时间对得上。妈，这菜真是你自己去偷的？不是我，同志你们别信他，这监控视频肯定是他伪造的，是他故意陷害我。这都是直出的云端监控录像，时间车画面都改过不了，而且我那菜园泥地里到现在还留着你们翻墙踩出来出的脚印，跟你的鞋码一模一样。同志，你们现在就可以去查。妈，你给我说实话呀，那有毒的菜是不是你背着我们自己去偷的？你说啊！我就是想省点买菜钱嘛，我一老太婆又没车去镇上买菜，大家天天逼着我做饭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拿点他地里种的，我也不知道那菜上面有剧毒农药啊。王婶儿，别狡辩了，我们刚才去现场看过了，装农药的空瓶子就明明白白堆在菜地旁边，而且人家在院墙显眼的地方都贴了已喷洒农药、严禁采摘的标语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摸黑进去的，哪能注意到啊？而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根本就不审字不识字啊！不就是一点农药吗？怎么可能会出这么大的事儿？一定是陈婷梅，她肯定早就知道我要去偷菜，所以故意喷了那么大剂量的药。她这就是想故意害死我孙子。同志，你们快抓他呀！好几个王翠芬，难怪我昨天吃完你做的饭回去拉了一宿，原来你他妈连菜都不洗就给我们吃。我昨天在汤里吃出一只死青虫，找你还红口白牙的喝，是什么高蛋白对身体好？吃着胃病犯了，那满地搞的鬼！王翠芬，你今天必须赔我医药费。还有我孙子啊，昨天也上吐下泻的，送去卫生室挂吊针，原来就是吃了你煮的脏东西呢。就是，咱们乡里乡亲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连我们的命都不当命，亏我们之前还那么相信你，跟着你和阿梅闹，真是瞎了眼了。难怪啊，我昨天半夜看孩子哭得不行，让你赶紧来找阿梅借3轮车送聪聪去医院，你死活拦着不肯去，原来是你早就把阿梅的车胎给扎烂了，耽误了孩子治病的，把孩子害成黄金时间。王翠芬，这都是你作恶多端的报应，就是你活该，自作自受。妈，那可是你的亲孙子，你唯一的亲孙子呀！你怎么能给他吃根本没有洗过的脏菜？你脑子糊涂了吗？我哪能想那么多嘛！再说了，聪聪是男孩子嘛，见生见长，吃一点脏东西也没什么大事，指不定身体习惯了，以后抵抗力越来越好呢。小芳，你冷静点，别冲动，她是我妈呀！王建国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。当初你说你妈在乡下一个人可怜寂寞，非要让聪聪暑假过来陪她，还说这样我们在城里也能轻松点儿。现在你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你那个好妈妈。当初你说你妈在乡下一个人可怜寂寞，她把你亲儿子照顾进医院抢救去了。王建国，这日子我是过不下去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都老实点了，有什么事全部跟我们走一趟。我呸！真晦气！吃了王翠芬那老娘们那么多天猪肉，现在倒好，把自己的身体给吃坏了，还要倒贴医药费。等他从警局回来，咱们一定把他家给围了，让他赔钱。算了，先去对面的孙老二那儿将就吃一顿吧，好歹人家那是干净正规的饭。哎，孙老二家今天怎么还没开门？这都快12点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正起来上厕所，大老远看孙老二的2个儿子大包小包往车上搬，最后载着他一溜烟跑了。那孙老二不会是卷款跑路了吧？什么跑路了？那我们存在他那里的钱怎么办？我可是存了好几千啊！天杀的孙老二啊！我的养老钱啊呀！都怪那个丧门星，都是他害的，老子要他偿命啊！乡亲们，不是我不肯帮这个忙，是我实在没法帮。你们自己看，现在我食堂的铁皮棚子早就拆了个干净，里面的锅炉、空调、暖气，所有能卖的值钱东西我都已经全卖了，这里什么都不剩。还有话要说。再说了，前几天王婶家出那档子事儿，大家也都亲眼看见了。她自己摸黑爬墙偷我的菜，吃出了事儿，扭头还要和她儿子儿媳一块儿堵我大门，把所有的脏水都冤枉到我头上，逼我赔钱。他们回来了。哎，看见没？王翠华那城里媳妇郭芳没跟着回来，我听说前天就带着葱直接回娘家了，连离婚的诉状都递到法院去了，正打官司呢。活该，摊上这么个恶婆婆，谁受得了？王翠梅，王翠梅，
闯出这么大祸，坑了咱们全村，现在还想当缩头乌龟去哪儿啊？对，就是你自己大半夜翻墙偷菜吃出事了，不要脸还要去讹人家阿梅，现在搞得阿梅死活不给我们开食堂了，被你连累的，以后谁还敢在村里给我们这帮老人做饭？对，还有孙老二那个天杀的也卷款跑路了，我们存了那么多钱都没了。当初是你拉我们去的，你王翠芬今天给我们一个说法，够了！骗你们钱的人是孙老二，又不是我妈，你们有本事去找孙老二要啊，找我妈有啥用？哼，你妈投毒，你祸害我妈是吧？再说了，当初吵着退钱求着孙老二开店的人也是你们自己，当初你们自己都答应退钱充值了，现在捞不着好处被骗了钱，扭头就来怪我妈，你们这也太霸道了吧！放屁！那投毒的事怎么算？有农药不处理下猪给我吃，聪聪自己都进了医院，你妈这就是投毒！你说下去。建国，快走，快开车，别跟他们缠了，快走啊！王翠凤，你个缩头乌龟，有本事别回村儿！喂，全体村民请注意，请所有在孙老二食堂充了值的老人们，老人家您别急，慢慢说，先把您的收据和身份证拿出来，我们给您做个详细的记录。一定要多留个心眼，拿不准的主意，先给城里的子女打个电话，或者来村委会问问村干部，千万不能在有政府管就好啊，总比我们之前在村里瞎闹，被孙老二和王翠芬牵着鼻子强。梅啊，这几天村里可真是一塌糊涂。钱三的老家伙前天自己大老远去镇上买粮食，结果回来的山路上血压突然升得太高，直接晕死在了路边。晕倒了？那后来呢？幸好最后是个路过的货车司机心好，报了警，又及时联系了村医，送到卫生室简单调理了几天，人这才活转过来。还有李二，前阵子在王翠芳家塑料棚抢饭吃，扭到了脚，他自己也没当回事儿，结果前天晚上那只脚已经肿得跟个大馒头一样，他半夜起夜去厕所，一脚踩空，直接掉进院子里那个旧茅坑里去了。那旧茅坑那么深，多危险啊！可不是嘛，等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拉上来，伤口早就严重感染了，去村里卫生治换了几天药，昨天才总算是见好了。你说这村里的人，平常一个二个把自家的儿女吹上了天，这个说儿子在城里当经理，那个说女儿在机关当大官，结果现在呢，一出事儿连个鬼影都见不着。之前是称就八角的大官，才监理部大官，结果现在呢，一出事儿连个鬼影都见不着。这几天算是天真的一个饭，才终于明白过来，你当初在村里开这个食堂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。现在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憋着火呢，王翠芳和他儿子王建国连家门都不敢出了。昨天王翠梅硬着头皮去井边打水，走在路上，大伙连正眼都不瞧他一下，背地里那些指指点点的话更是没断过，唾沫星子都能把他淹死。王建国看着他妈被骂，还厚着脸皮去找人家体论，可村里谁搭理他呀？大伙当场就把他轰了回去，直说不屑跟骗子一家子打交道。王建国现在天天躲在家里发愁，连大门都紧锁着，真是报应啊！对了，孙老二被逮住了，市场监管所那边效率挺高，帮大家追回了大半的充值款，剩下的欠款孙老二被逼着打了欠条，承诺分期偿还。王翠凤心里大概也觉得村委亏子，走之前拉肚子受害的几个老人每家送了自家晒的土特产，全当赔罪了。我想我以后应该不会再见到他们了。阿梅啊，这帮老家伙知道自己犯了糊涂，今天他们是特意来给你赔罪道歉的。阿梅，叔今天真的向你认错，这几天自己拖着老腿跑镇上买菜，还知道现在物价有水果，那真的是成本价啊！是叔瞎了眼，错怪了你呀。是啊，阿梅，你之前为了让我们吃得暖和，自掏腰包请人来安暖气空调，我们吃完了饭舍不得走，在店里一坐就是赶过我们，更没要过一分电费。你真是个好娃，比婶子的亲闺女亲儿子都贴心，都是婶子老糊涂，婶子对不起你呀。你赶紧收下，全当是舅给你的补偿。这么多年，我们总觉得你照顾我们是理所应当的，现在才知道我们错得多离谱，就真的知错了。阿梅，收下，这是叔的一点心意。还有我的，一定要拿着。
各位，使不得！你们平时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每一顿都已经付过饭钱了，而且之前给大家张罗伙食，那也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这额外的钱，我是绝对不能收的。再说了，我过几天就要收拾行李离开清水村了，我这都要走了，更不能再收你们的钱了。你这孩子，你是不是被我们这帮老家伙伤透了心，才非要赌气走的？我们今天送这钱，绝对不是为了逼你留下来继续给我们做饭，你就安安心心收着这钱吧，不然我们这心里一辈子都过意不去啊！是啊，阿梅，我们是真的觉得对不起你啊。以后吃的饭我们自己想办法煮，哪怕天天吃剩饭，我们也绝对不会再逼着你留下来做饭了。你别生我们的气好不好？你突然你知道你了。好啦，大家快把钱收回去吧。放心，我走真不是因为和你们赌气，而且你们以后的伙食问题，我都已经替大家想好出路了。啊，想好出路了？阿梅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现在的政府非常关注咱们村首老的县里找了养老和乡领导吃饭问题。前几天考虑到咱们清水村和附近几个村子有太多的留守老人，县里领导非常重视，已经特批同意要给咱们这几个村盖一个正式的公益食堂了。真的！哎呀，天哪！那不是意味着咱们以后每天都能吃到干净便宜的好饭菜了？哎呀，难怪我说这几天路过村外头，看见那几间闲置多年的旧瓦房一直在动工翻新呢。合着政府是在那儿给我们盖大食堂啊！盖食堂是天大的好事，可是阿梅啊，那大食堂的饭菜价格到底贵不贵呀？可千万别像孙老二那黑心干的一样贵呀！大家放心吧，价格真的不贵。我帮大家打听过了，8块钱一顿，一荤一素，而且同样包一顿饭后水果和例汤。虽然说这种公家食堂用料和味道没有我之前自己做的那样实在，已经非常可以了。而且对于村里的特困人员和低保户，价格还能更便宜，甚至可以申请全免费。阿梅啊，你想好了接下来打算干点啥没？你这一身特级营养师和药膳师的本领，在外面吃香的很，可千万别自己给荒废了。陈叔放心吧，出路早就有了。我已经答应了城里一家高级高端养老院的邀请，过去做膳食总管。等下周咱们村外的新大食堂一正式开张，我就坐车走了。不过既然还剩下最后这几天的空闲时间，我决定再给大家伙做几顿好饭。好了，大喜的日子都别在这哭天抹泪的了，大家伙赶紧动起来，赶紧帮着阿梅干活去。大家伙慢点儿，别把阿梅买的新鲜菜给碰坏了。赵大娘，处理虾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好手套，把里面的黑虾线和硬虾头去得干净一点，不然扎嘴。好嘞，阿梅，听你的，我都去了。大家以后自己在家里做这种重油、重盐、重口味的饭菜，一定要少吃点。你们年纪大了，吃太重口了，肝肾的负担太大。嘿嘿，记住了，以后我们少放盐。这道糖醋里脊是小孩爱吃的菜，等过年过节你们在城里的孩子孙子回来了，你们学会了可以做给他们吃。蒸鸡蛋羹的时候一定要用热水上锅，这样蒸出来才嫩。想要更营养一点，里面还可以多加一些肉末和新鲜的虾仁。还有这道鲫鱼豆腐汤，等鲫鱼彻底炖烂，汤汁变白之后，一定要用漏勺把里面的细刺全部挑出来。老人们眼神不好，万一误食了卡着喉子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好嘞，阿梅，我们都记下了。还有这道鲫鱼豆腐汤，等鲫鱼彻底炖烂，汤汁变白之后，一定要用漏勺把里面的细刺全部挑出来。老他们眼神不好，万一误食了卡着喉子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好嘞，阿梅，我们都记下了。阿梅，天热，快吹吹，别热坏了。阿梅，这是舅一大早去自家屋后树上摘的新鲜野果，快尝尝。阿梅，来，你先坐。今天你是大功臣，你先动筷子。好啊，真好啊！以后咱们天天来这儿吃。阿梅终于可以放心去城里享福了。来，大家伙把杯子都倒满，这是我珍藏多年的上好女儿红。今天我们一起给阿梅饯行，祝阿梅前程似锦。陈叔，你年纪都多大了，血压自己没数吗？少喝点酒。还有三伯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别整天在旁边跟着瞎起哄，带头劝酒。
二舅，你的腿伤刚好，以后走路做事多注意点，别毛手毛脚的再摔着了。大娘，以后在村里你多帮着盯着他们几个老胡同点，千万别让他们在家里瞎搞乱吃东西。阿梅，大娘知道你什么都不缺，但这被子你必须收下，这是大娘们求了全村100户人家的碎布头，连夜一针一线给你缝的百家被。盖百家被，享百家福。大娘祝你以后在城里一辈子平平安安，多福多寿。谢谢大娘。阿美，常回家看看，书生们在清水村等你回家。好，陈叔，你们多保重。陈经理住的还习惯吗？这间宿舍可是院里条件最好的，水电全包，连烘干机都是顶配，非常习惯。这比我原来在村里的条件好太多了。那是自然，您可是我们重金聘请回来的特级营养杀和药膳膳食主管，院里当然得把您照顾好了。陈经理，今天进货的质量我已经初步把关了，这是个性化菜单，只要您签字就行，重活累活下面的人都干了，绝不用您亲自动手。真快啊！以前每天凌晨4点就要去买菜搬重物，现在手上的茧子终于不长了。您以前那是太操劳了，现在好了，您只需要把控进货质量和监督工作。是啊，以前总觉得有一块因为恩情而压在心头的巨石，现在这块石头终于落了地，我总算可以轻装上阵了。哎，每天都是这几样菜，吃也能吃，可这吃起来怎么就觉得没啥意思呢？是啊，以前阿梅在这开食堂的时候，天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做。是啊，虽然她做的清淡，但那味道香，而且什么都不缺，吃的身上暖乎乎的。你们再看看这汤和水果，以前阿梅顿顿给我们炖真材实料的肉骨子汤、鸡衣汤，水果也是摆一大盘，新鲜干净的随便吃。哼，现在知道念着阿梅好了。当初是谁嫌弃阿梅的菜清汤寡水，跑去跟着王翠花和孙老二屁股后面大鱼大肉的？公家食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现在还挑3拣4嫌不好，这一切还不都是你们自己以前嫌阿梅不好做出来的报应吗？哎，我这手机这个月怎么又无缘无故扣了我好多话费？我大老费去镇上营业厅问，他们说什么这个月超了流量，那老石子的流量，我这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头子哪里懂啊？哎，要是阿梅还在村里就好了，以前每次话费出问题都是阿梅帮咱们捣鼓，她懂得多，还打电话跟那些客服一板一眼的讲理，每次都能帮咱们把多扣的钱乖乖退回来。是啊，阿梅不仅帮咱们弄手机，以前我家里凳子松了，风扇坏了，都是阿梅亲自帮我修好的。可我这个当二舅的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么多年竟然连一块饼都没上赶着请人家吃过，我真不是人啊！那时候阿梅他妈出车祸死了，只留下这么一个小阿梅。阿梅她外婆陈大娘已经70多岁了，腿脚不利索，还要拉扯这个没妈的苦命娃。去，别来我家！大过年的带个没爹没妈的野种上门，真是晦气死人！大家看镜头，3、2、1，茄子。草安葬，时隔这么多年，我终于有能力给您挑了一块最好的墓地，让您老人家在城里能有一个真正安身的温暖地方。安娜，吃烤翅了。以前咱们家穷，您总共也没吃过几回，每次买回来您都省给我吃。现在我有钱了，往后每次来看您，我都给您带。我当上了特级营养师，也帮村里安排好了出路，我没有违背您的遗愿，如今我都做到了。阿玛，不知道你在那边过得怎样？现在我成才了，您开心吗？